两個鴿子在這邊打架。現在我們就來到了釜山的南浦洞，後面就是龍頭山東園。龍頭山東園上面也有一個釜山塔，那我們可以上去看一下。這邊韓國的電梯啊，真的都很窄啊，只能站一個人。哇，前面還有自動電梯。這自動電梯可以一直把你送到山頂。自動電梯真的是一眼望不到盡頭啊！已經坐了4個自動電梯了。終於到達了龍頭山東園的山頂，可以看到前面就是釜山塔了。那麼大的鐘，可惜不能敲。這就是李舜臣的銅像，他是韓國的著名抗戰英雄。為什麼日本會跟朝鮮開戰呢？因為當時日本的政權是豐臣秀吉，他已經統一了日本，結束了戰國時代。由於當時的武士過多，所以說他需要擴張，以保證他的權利。當時他想擴張中國，但由於中國跟日本隔着一個朝鮮，所以沒辦法，他只能先去東打朝鮮。然而當時的中國是明朝萬曆年間，因為朝鮮是明朝的附屬國，所以說明朝有義務來保護朝鮮。所以說明朝當時派遣了鄧子龍將軍去保護朝鮮。所以說這個李舜臣將軍就和鄧子龍將軍一起死在了戰爭之中。這也是韓國人把李舜臣作為民族英雄，因為李舜臣沒有失敗戰爭，每戰必勝，所以說這也就得以保衛了韓國沒有被日本給入侵成功。看過這個銅像之後，我們就可以繼續向前直奔釜山塔。感覺每個城市它都有屬於自己的塔。站在這裡可以很好的欣賞這個龍頭山東園，然後旁邊周圍都是釜山的市景，雖然沒有很高了，但也已經足夠欣賞這個釜山的風景了。還可以看到那邊的大橋。那現在我們就前往這個釜山塔登頂看一看風景怎麼樣吧。那現在已經終於到塔頂了。這塔的上層確實比較簡陋，不像其他的塔頂都有很多禮品店或者是咖啡廳供你休息一下。只有很簡陋的觀景台，但這也足以，這也是塔的最基本的功能。哇，從這邊看真的很漂亮。
全是游客。卖一些袜子，都是旅游团啊。现在我们在这里头一直走，往下走，然后再回来。不短了，先慢慢走吧，边走边逛吧。主要还是来这里感受一下这里的氛圍，尤其是看那些墙上面的艺術畫。墙上全都是各种各样的涂鸦，很有藝術氛圍啊。前面的屋子都是五顏六色的，尤其被这陽光照映下來，更加的好看。这整個丹川文化村比較火的一個點，它可以製作那種翻頁的書，確實很值得買一下這個，但排隊人真的太多了。這邊有很多小王子的形象，不知道為什麼有那麼多小王子。住在這邊的居民並不富有，但這邊的遊客都人來人往，形成了一種比較強烈的一種反差。感覺這邊啊沒有一個韓國人，全都是遊客來到這邊。都是來這邊拍照的。這邊你還可以換錢，然後抽一下這個球，應該也像日本一樣起伏的吧？哎，真的。哇，從這裡看，整個風景真的很漂亮，全都是五顏六色的房屋，很多很多。而且前面有一個小王子。那這觀景台旁邊有很多人在排隊，全都是為了和前面小王子的雕像合一張影。都是為了和這雕像合影，我也不知道有什麼好合的，而且這電影我看了也覺得一般般了。排那麼長的隊，就為了合一張影。就是在這邊靜靜的欣賞這裡的彩色房子。